我是个装货，为了维持忧郁少女的人设，我每天都装出一副冷淡忧郁的模样。小姑娘，你没事吧？这都没事。直到我穿进了一个恐怖游戏，当我面对恐怖的诡异吓得想要放声尖叫时，却被系统告知我的一切行为将被24小时直播。我忍住了，漫天血雨下，其他玩家躲在安全区不敢出来，而我撑着透明雨伞，穿着 JK， 戴着白色有线耳机在雨中漫步。刚刚还张着血口大盆的 BOSS 瞬间红了脸，他一脸的娇羞。我笑了，如果忧郁是一种天赋，那我一定天赋异禀。上一秒还听着伤感音乐，想象自己在东京街头漫步的我，下一秒就穿进了恐怖游戏，耳边是诡异的电子音。欢迎玩家进入 S 级副本都市怪谈，通过副本内的所有怪谈关卡即为通关，时限5天，当前玩家人数50人。阴冷潮湿的街道上，面前是一栋灰色大楼，一阵阴飕飕的凉风刮过，所有人下意识抱紧了发抖的身体，只有我面无表情，神色忧郁，因为这是我的人设，实际我的内心已经在疯狂土拨鼠尖叫了。妈妈，这里究竟是哪里啊？好害怕！旁边已经有胆小的妹子替我哭了出来，一个小混混踢了一脚身旁的路灯。妈的，这究竟是什么鬼地方？突然他顿住，呆愣地看着我，只见昏黄的路灯下，我安静地站在那里，满脸的忧郁和沉静，和周围的惊慌失措截然不同。我满脑子只有面前的路灯，这可是打造忧郁人生的氛围感神器，因此我立马站到了路灯下。正当我还在维持人设时，人群中忽然传出惨烈的尖叫。我抬头望去，只见无边的黑暗中，似乎有一种奇怪的东西正在蠕动，将几个玩家吞噬。紧接着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咀嚼声，所有人吓得四散逃离。我退后了2步，但最后还是忍住了。我直接靠在了路灯上，45度抬头仰望天空，露出我标准的下颚线。跑肯定是跑不过怪物的，既然如此，在死前我也要维持住我的忧郁人设，哪怕是死也要体面。可奇怪的是，隐藏在黑暗中的怪物并没有攻击我。正疑惑时，旁边一道女声传出：快去有光的地方，这些怪物怕光！我被撞得一个踉跄，差点没维持住人设。果然，来到有光线的地方后，怪物就消失了。这时一男一女打着手电筒走了过来，他们自称是这里的老玩家。悠悠，虎哥，他们是谁啊？不知道啊，没见过。可能是来帮忙的。简单的自我介绍后，两人开始向玩家解释现在所处的地方。刚刚的怪物是这个游戏里的第一个怪谈，影子先生。想要回到现实世界，就必须通关这个游戏。这个影子先生比较怕光。闻言，所有人都用怪异的目光看着我。瑶瑶看向我的目光深沉。你作为一个新人，不仅能这么冷静，还能在这么短的时间找到通关方法，真是厉害。我有些尴尬，总不能说我其实什么都不知道，就是为了装忧郁，但说出来会破坏我的人设，所以我只是淡淡的点了点头。很快，我们就进入了面前的大楼，准备入住。瑶瑶说，鸡蛋不能同时放在一个笼子，为了避免全军覆没，每人一间房间，但有的房间会出现怪物，能不能通过这一关卡，全凭幸运。瑶瑶和虎哥都选了3楼的房间，其他人见状连忙选在了他们附近的楼层。为了维持自己的忧郁人设，我没有去抢房间。最后剩下的房间只有44层的404号房。其他玩家纷纷用可怜的目光看着我，我表面淡然无波，实则内心快要崩溃了。天杀的，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一个忧郁文静内向的小女孩？这时眼前飘过弹幕，完了，这些人死定了。双数的楼层和房间号的怪物都非常厉害，他这44楼层和404个房间号 buff 叠满了，谁让他一直搁那儿装？看到这里，我更想哭了，但还是忍住了，因为忧郁是我的代名词。进入404房间后，我才发现我所处的副本居然是日本背景。虽然是恐怖世界，但好歹也算是来了一次东京。我不断地安慰自己。来到卧室后，我打开衣柜一顿翻找，弹幕有些好奇，他在干嘛？为什么要翻衣柜？我记得衣柜里没线索和道具啊。下一刻，我拿出了一整套 JK 制服，摸着柔软的布料，我兴奋得热泪盈眶。妈妈，我穿上正版 JK 了，而且这款还是绝版5位数呢。我现实世界的家庭重男轻女，导致我只能穿拼夕夕9块9包邮的劣质 JK。我将正版 JK 换上，打量着镜中的自己，十分满意。不愧是5位数的绝版，穿上简直美爆了。弹幕震惊了，
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那臭美，这不是找死吗？站在镜子前欣赏够后，我随意的打开电视，想营造出深夜的家。我躺在沙发上孤独入睡的忧郁画面。可刚打开电视，我就浑身僵硬了。是贞子，差点叫出来。只一眼我就认出这是大名鼎鼎的贞子了，我差点惊叫出声，可看到弹幕后硬生生忍住了。不行，要冷静，不能破坏我的忧郁少女的人设。周大姐没事吧？看到贞子了还不赶紧跑，一会儿贞子就爬出来了。我手一抖，忍着恐惧，抱着抱枕躺在了沙发上。我闭着眼，心里不断默念：妖魔鬼怪，快离开！妖魔鬼怪，快离开！下一刻，一只冰冷黏腻的手抓住了我的脚踝，我颤抖地睁开眼睛，愣住了，随后立马坐起身，扒开贞子的黑色长发，眼中的惊艳一闪而过。先天忧郁圣体好美！我惊呼出声，贞子也愣住了，抓住我的脚，一时不知作何反应。我眼睛满是欣赏，这苍白的皮肤，这消瘦的脸，这乌黑的瞳孔和长发，还有眼下的一点淡淡的乌青，简直氛围感拉满了。唯一的缺点就是刘海很长，少了一丝被风吹起时发丝飘动的凌乱美。我心痒难耐，直接拿起一旁的剪刀，然后抓住贞子的头发，轻声哄劝：宝宝真美，但还差一个氛围感刘海。我拿着剪刀动作娴熟，3秒钟就剪了一个超级氛围感刘海。我满意的点点头，忍不住给自己鼓掌。弹幕被我这波操作给震惊了，气懵了，彻底懵了，居然看到玩家给贞子剪头发。不过说实话，这刘海剪得还挺好的，比那什么总监设计师剪得好多了，还是我98。贞子在我的瞳孔中看着自己现在的模样，果然好看了很多。她有些矜持地捋了一下耳边的发丝，然后深深朝我鞠了一躬。ありがとう。我笑了，没有一个日本女人可以拒绝超有范围感的齐刘海。贞子摸着自己的刘海，心满意足地重新爬回了电视里。我虚脱地躺在沙发上，总算送走了。唉。天亮了，冰冷的电子音又出现了。倒计时3天，存活玩家30人，距离通关副本还剩3个关卡。天亮之后进入安全时间，期间不会出现任何危险。总算可以松口气了。来到楼下和其他玩家会合，众人见我安然无恙地从404存活下来，全都神色震惊。虎哥看向我的目光变了，没想到作为一个新人，居然可以活着走出404，要考虑加入我们吗？所有人都以为我会同意，毕竟夭夭和虎哥在恐怖游戏世界都小有名气，和他们结盟等于抱上大腿。我确实很想结盟，但我忧郁少女的人设不允许我这么做，只有独来独往才能显出我忧郁独特的气质，所以只能含泪拒绝。我眼神中露出3分漠然，3分沉静，还有4分阴暗忧郁。谢谢，我习惯一个人。虎哥有些意外，他没想到我会拒绝。弹幕见状纷纷对我展开了嘲讽，侥幸活下来，还真拿自己当盘菜了。我看到时候遇到怪物，你要怎么哭着求爷爷告奶奶？我没有管弹幕的嘲讽，毕竟站在巅峰就要受尽无数的辱骂，我已经习惯了。突然，一个穿着围裙的肌肉男凶神恶煞地来到我的面前。喂，你究竟是怎么通关的？他一靠近我便忍不住皱起了眉，差点给我干吐了。这人似乎是个杀猪的屠户，昨天选房间时仗着自己的杀猪刀一起穿进了游戏世界，就抢夺别人的房间。我皱起眉，告诉你对我有什么好处？弹幕纷纷指责我，这女的一看现实就是捞女，张口闭口谈利益。就是，来到这里的第一件事居然是换裙子。杀猪男用恶心黏腻的眼神上下扫视着我。你要是告诉我，我不仅会保护你，还会让你每晚都……我嗤笑一声打断。你是杀猪时把猪脑子安在身上了吗？虽然很想翻白眼，但为了人设，只是冷淡地扫了他一眼。杀猪男听了瞬间涨红了脸，骂骂咧咧地想动手。我虚张声势，你信不信我让你活不过今晚？杀猪男举起的拳头僵在半空，似乎是被我瞳孔中的阴郁给震慑住了。笑话，这可是我为了营造忧郁人设，特意在网上精心挑选的大1号纯黑色直径美瞳，初看感觉忧郁深沉，但对视久了就会给人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。果然，杀猪男悻悻地放下了拳头。很快就到了晚上，我重新回到了404号房间。根据系统提示，还剩3个关卡就可以通关了。不知道今晚会遇到什么诡异，但如果实在逃脱不了，只希望自己不要死得太难看，不然对我的人设不好。等了好久都没什么动静，我无聊地待在客厅里看电视。很可惜贞子小姐今天并没有出现，不然我还想再给她改造一下。突然门外传来了被大力拍打的声音，我以为是怪物来了，可却听到了杀猪男的声音。我皱着眉上前将门打开，刚打开门就被使劲推了一把，差点将我推得摔倒在地。杀猪男环顾四周，骂骂咧咧道：刚进副本就感觉你不对劲，一个新人还是女人，刚进游戏就能迅速找到破解方法，现在还在这个最凶险的房间活了下来，这里面一定有猫腻。
你是不是藏了什么道具？我刚想说什么，就见杀猪男神色突然变得惊恐。他双眼圆睁，喉咙里发出惨烈的尖叫。他身上缠满了漆黑的触手，漆黑的触手撕扯着他，硬生生将他扯得四分五裂。看到这如此血腥的一幕，我胃里翻涌，差点没忍住呕吐出来。但看着面前疯狂跳动的弹幕，还是忍住了。这么多人看着呢，我深吸一口气，刚缓缓转过头，就和一张缠满绷带的脸撞上，瞬间心率飙升到顶峰。当我看清楚怪物的模样后，内心瞬间就升起一股无名火。这个怪物居然是瘦长鬼影，这是我最喜欢的怪物，因为每一个元素都完美长在了我的神秘点上。瘦长的身体看上去脆弱易折，十分的惹人怜爱。黑色西装和帽子增添了几分禁欲，而脸上的白色绷带更是仙品，不仅增加了神秘感，还因为看不到脸变得更有氛围感了。这不妥妥的潮湿阴郁男诡异吗？最重要的是还有黑色触手，简直戳爆我的审美。弹幕纷纷对我展开了同情。瘦长鬼影可没有头发，这下他估计真完蛋了。一旦将物恐惧值达到80，瘦长鬼影就会对他动手。不过你们不觉得有些奇怪吗？将物心率都飙到130了，按理来说应该会很害怕才对。不会是出 bug 了吧？就在众人疑惑时，只见我热泪盈眶的大喊：“爸爸！”弹幕彻底炸了，爸爸！弹幕彻底炸了。我靠，这叫将物的是疯了吗？家人们起猛了，看见玩家叫怪物爸爸了。什么啊？这女的一看就是叫习惯了，以为怪物也会吃这一招呢。第一次见到真的瘦长鬼影，我有些羞涩。那个，您的西装有点破旧了，需要我给您改一下吗？瘦长鬼影沉默了，可我对他没有恐惧值，所以他无法对我动手。见他沉默，我眼疾手快地扒下了他的西装外套，内心疯狂，土拨鼠尖叫。瘦长鬼影绝版周边赚了。瘦长鬼影抱住自己瘦弱的躯体，瑟缩在角落里，显得弱小又可怜。更好磨了。我努力清除脑子里的黄色废料，飞快地拿起针线，改成了一件适合瘦长鬼影的西装外套。因为家里穷，所以大多时候我都是自己做衣服穿的，这点针线活根本不在话下。瘦长鬼影穿上西装外套后，我上下打量着满意极了。他原先的西装外套略显臃肿，但经过我的改良后，瞬间变得十分挺拔，将瘦长鬼影衬托的宽肩窄腰、翘臀长腿。吸溜，我好像更爱了。瘦长鬼影满意的看着身上的西装，他摘掉了头上的帽子，像中世纪贵族那样对我鞠了一躬，动作优雅绅士，随后将帽子戴在了我的头上，接着下一刻便消失不见。这时系统音响起，恭喜玩家将物获得高级道具瘦长胶影先生的帽子，该道具可以用来抵御外敌哦，平常不用时可以隐形，倒计时2天，存活玩家20人，距离通关副本还剩2个关卡。随着剩余的关卡越来越少，天黑得越来越快。这一次的任务是去一家商店，众人正准备出发，天空中突然下起了血雨，所有玩家见状纷纷缩在大楼里不敢出来，谁知道出去了会发生什么？我却双眼一亮，东京街道、雨天、潮湿和忧郁的我，这简直是为我的忧郁人设量身打造的。终于我再也忍不住了，麻利地戴上白色耳机，顺手再拿上一把透明雨伞，冲着一地鲜红的血雨中跑去。哦对了，不能跑，会影响我的人设。我漫步在寂静的街道，其他玩家看我没有出事，纷纷效仿我的行为，找到雨伞，进了血雨。在路过一个巷口时，一个女人挡在了一名玩家面前。你好，我没有伞，可以和你打同一把伞回家吗？玩家恐惧地退后2步，朝他撕心裂肺的大喊。女人恍若未觉，她歪着头咧嘴一笑，接着伸出手，硬生生扭断了男人的脖子。天空的血雨似乎下得更大了，女人捡起男人掉落的伞。真是的，雨又大了，但幸好我有雨伞了。我撑着雨伞继续在街上漫步，听着耳机里带着微弱电流的 emo 歌曲时，一个男人挡住了我，他苍白英俊的脸上缓缓露出一个笑容。小姐你好，下雨了，我没有伞，好冷，可以和你共同撑一把伞回家吗？可以和你共同撑一把伞回家吗？那一刻，我激动的心情瞬间到达了顶峰。我勒个 DK 男神啊！这苍白俊美的脸，还有宽肩窄腰和长腿，简直是我的终极理想。要知道，我做梦都想和一个 DK 美男一起撑伞在雨中漫步，那画面实在是太有氛围感了。我欣然同意，但为了维持自己忧郁少女的人设，还是一脸的淡然，只有眼睛里似乎有一抹化不开的忧伤。开，当然可以，我的荣幸。我撑着伞和忧郁男一起走在街上，可越走越感觉不对劲儿，我的手开始不受控制的抬高，扭头一看，原本只高我一个头的忧郁少年，此刻却越长越高。我睁大眼睛踮起脚，雨伞也撑得越来越高。男人低下头，既然答应要给我打伞，那就千万不要让我淋湿哦，否则我会生气的。最后一句话带着刻骨的阴森，我发现弹幕炸了。
好可怕！江雾这运气也太差了吧，居然碰到了副本内隐藏的大 boss。我咽了一口口水，突然想起了因为完成上一轮的任务，系统奖励给我的提示纸条。当发现不合理的情况时，请装作无事发生，千万不要让诡异觉得你发现了。他突然弯下腰，笑得散漫。你的手为什么突然举得这么高了？我脑子开始疯狂搜索应对方法，可想来想去，全是凌晨2点半发的那些 emo 文案。看着他不断长高的身体，我灵机一动，大声道：“因为被爱会长出血肉。”男人愣住，像是没想到我会这么说，弹幕又炸了。第一次见大 boss 露出这种迷茫的神情。别说大 boss 了，我也迷茫了。我趁热打铁，有一件事我一直想和你说，那就是我喜欢你。男人猛地瞪大了眼睛，身体也在这一刻停止生长，看上去有些不知所措。我看着他已经3米的身高，仰头朝他大声道：“我希望你不要再长高了，因为这样就不能再替你撑伞了，就无法和你走在一起。我很伤心。”男人瞳孔一颤，我深吸一口气，下一秒，我一把扔掉手中的雨伞，任由血雨将我淋湿，然后猛地扑进他的怀里，紧紧抱住他的腰，顺便又摸了2把结实的腹肌。我用充满感情的嗓音说道：“如果你无法停止生长，那我愿意和你一起淋雨。”这也太会撩了吧，听得我都心动了。我勒个乖乖，感觉自己不像在看恐怖直播，倒像是在看纯爱日漫。我闭着眼睛，因为恐惧，身体忍不住轻微的颤抖。可男人身上淡淡的海洋木松香，却让我下意识放松了身体。这是我最喜欢的味道。许久后，传来男人有些扭捏的声音：“淋雨容易生病，还是撑伞吧。还有，可以放手了吗？你勒得我快喘不过气来了。”我松开他，抬起头，他已经恢复成了刚才的正常身高，但仍比1.7米的我还要高出一个头。打起伞来还是有些吃力。男人抿了抿唇，突然拿过我的伞。还是我来吧。我侧头看他，一张苍白清俊的脸板着，淡色的唇抿得很紧，可耳垂却红了。见我看他，他低下了头，手中的伞不自觉往我这边又偏了偏，将我整个人紧紧护在伞里，而他被血雨淋湿了大半。我笑了笑，从兜里掏出来一个有线耳机，一边戴在他的耳朵上，一边戴在我的耳朵上。只见他原本只是微微泛红的耳垂，瞬间变得比血雨还红。我们终于来到黑夜中唯一亮着灯的商店。临别时，我将那把雨伞递给了他。别淋湿了，我会伤心。下次下雨记得来接我。弹幕仿佛要爆炸了。我是不是调错频道了？这真的是恐怖直播吗？好磕，大 boss 好纯情啊！其他玩家和诡异殊死搏斗，这两人他站在原地扭捏的不行，在我不耐烦准备收回雨伞时，却一把抢过。好，你等着我，我等着雨。这时，其他幸存玩家也陆陆续续到达，脸色惨白，看上去极为狼狈。系统音响起，倒计时1天，进入玩家10人，距离通关副本还剩1个关卡。我心一惊，不愧是 S 级副本，居然这么厉害。50人，现在只剩下10人了。等待的时间因为太过无聊，我开始在商店挑选商品。想起刚刚的男人，我唇角一勾，拿了一束纯白的玫瑰。虽然不知道商店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，但我只知道这束白玫瑰和我的忧郁气质配极了。天亮之后，我又拿了一盒寿司和饮料，在便利店吃了起来。其他玩家似乎受了很大的刺激，都不敢吃。很快，夜幕再次降临，天空又下起了血雨。之前的关卡，大家都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怪物，但这次虎哥用了一个道具，是一面镜子，似乎可以知道下一个关卡是什么。他的脸色十分难看，只见镜子上赫然出现4个血红大字，虽然简短，但这说明今晚所有的怪物都会出现。那难度显然是地狱级的，已经有不少新人忍不住哭了出来。我表面冷静，内心也快崩溃了。一阵阴风刮过，玻璃门突然打开，这突如其来的动静让所有人都如临大敌，死死盯着门店外。一双沾染着血液的黑色皮鞋率先进了商店。当看清那张脸时，我眼睛一亮，透明雨伞下是一张苍白俊美的脸。他无视那些玩家惊恐的目光，走到我面前，耳根泛红，有些结巴道：“我遵守承诺，来接你回家。”听到这句话，我双眼更亮了。有了他的保护，我应该可以顺利通关游戏吧。在所有人惊恐的注视下，我和他一起出了商店。男人回过头，鼻尖便触碰到一捧柔软的花瓣，散发着淡淡的清香。送我的？语气显得有些不可置信。我点了点头。为什么？男人结结巴巴地问。因为我也想和你要一个礼物。
什么？男人低下了头，不敢和我对视。你的名字？我想知道你的名字。男人有些困惑。只有这个吗？我以为你会和我要道具的。我神色认真，在我心里，道具比认识你更重。男人瞬间涨红了脸。我叫沈清河。沈清河，真好听，我非常喜欢。沈清河闻言脸更红了。雨伞下，我们的手自然下垂，手背却忽然不小心碰到了一起。沈清河一抖，脖颈染上一层绯红，慌乱的想把手往身后藏去。我直接上手拉住他的手。姐这么多年的纯爱动漫不是白看的。沈清河颤抖了一下，没有甩开，就这么任由我牵着。走到一半时，一个女人突然拦住了我们，她的嘴向两边撕裂成了一个巨大的口子，手里是一把巨大的剪刀。我一眼就认出这是裂口女，她朝我怪笑。我的嘴巴漂亮吗？我知道裂口女的故事，如果回答不漂亮，她就会生气，然后用剪刀剪烂玩家的嘴巴。可如果回答漂亮，她就会说，既然你觉得漂亮，我也要把你的嘴巴变成这样。无论哪个选项都是死局。正当我陷入两难的困境时，沈清河一把打掉了裂口女手里的剪刀。都没她漂亮。我愣住了，裂口女愣住了，弹幕愣住了，系统也愣住了。下一秒，系统发出警报！警报！警报 ！NPC 不许干扰正常游戏 ！NPC 不许干扰玩家正常游戏。沈清河神色气恼，我拦住了他。没事，我自己可以的。我将手中的那捧白色玫瑰递给他，说道：“把它插入水里，应该还可以活很久。就麻烦你先帮我照顾好它啦。”沈清河有些结巴：“不是送我的吗？”我笑了笑：“这束花还没有装饰好，等下次我装扮好了再送给你。”弹幕疯狂跳动。我靠，这姐也太会撩了吧！一出口就是情话，看把我们大 boss 撩的。啥？这时候我才注意到弹幕，我看着面前对视就会脸红的男人，这玩意儿是 boss， 未免也太纯情了吧。但撩汉之余，我还没忘记维持忧郁人设和完成任务。我转过头哀伤地对裂口女说：“美丽是多元素的，姐姐为什么要在意别人的看法？”裂口女愣住了，她看着我双眼里的哀伤，没有恐惧和恶心，只有无尽的悲伤，仿佛真的在为她感到心痛。恍惚中，她摸上自己的嘴角，我蹲在地上，用手指沾了地上的一点血雨，然后涂抹在的嘴角上，画出相似的嘴角，然后看着她的眼睛，认真的：“无论你是什么样子，我都觉得你很漂亮。”裂口女沉默许久，将自己的剪刀递给了我。我接过这把锈迹斑斑的剪刀。系统提示：恭喜玩家获得高级道具裂口女的剪刀，该道具是攻击属性。我神色一喜，加上瘦长鬼影先生的帽子，这下我防御攻击都有了，并且通过了裂口女这关。我还获得了额外的系统提示，只是等我再次抬头，裂口女和沈清河都消失不见了。我根据系统的提示继续往前走去，走着走着来到了一所公寓，看来这就是系统提示有离开副本钥匙的地方了。我走进了公寓，这里面似乎很久都没有人住了，家具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灰尘。我开始寻找线索，却在房间里发现了一个相册，打开一看，顿时愣住，里面的人居然全是我，是很多个不同角度的我，看上去像是偷拍的。我瞬间毛骨悚然，妈呀，有变态！勉强压下心中的恐慌，将相册收好，四处翻找后，又在枕头下找到了一本日记本。当看到扉页的姓名是沈清河时，我愣住了，这里居然是沈清河的家。我翻开日记，一页页的读着。6月21日，雨。曾经的我一直很讨厌下雨天，因为我是没有家的孩子，没有爸爸妈妈来接我回家。直到今天，当你撑着透明雨伞来到我的面前，身上散发着海洋松木香的味道，我忽然觉得下雨是个不错的天气。12月21日，下雪了，很冷，我的衣服又破了。你发现了我的窘态，拿出针线替我缝补好了衣服。那一刻我似乎觉得不冷了，甚至觉得身上非常暖和。3月17日，晴，春天到了，今天是一个晴朗的日子。你拿出剪刀替我剪了遮住眼睛的刘海，你对我说，你的眼睛很好看，像星空一样，不应该藏起来。这是我第一次被人夸奖，那一刻我感到无比幸福。江雾，我喜欢你，我愿意为了你去死。6月21日，今天是我们第一次相遇的日子，闷热的梅雨季，正如我对你的爱意一般，我很想和你告白，可惜我是个生活在阴暗角落里的胆小鬼。
9月23日，我曾经一直很疑惑，如果父母不爱孩子，为什么要选择把他生下来呢？这是我被关在地下室的第3天，他们带着弟弟出门旅游去了。我总觉得我会死在这里。9月30日，江雾，这是我的遗言。原谅字有些丑，因为我实在没力气了。今天是你的生日，终于坚持到了你生日这一天。江雾，生日快乐！如果有来生，我想替你撑一次伞。我沉默地蹲在原地，手里的日记像个烫手山芋，不知道该丢掉还是拿着。从小生活在重男轻女家庭的我，在任何场合都是透明人的我，居然也一直在被默默关注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来到了公寓的地下室。如果没猜错的话，离开的钥匙应该就在这里。地下室的锁已经锈迹斑斑，看上去似乎已经过去很多年了。我拿来铁锤，将锁用力砸开，小心翼翼地推门进去。阴暗潮湿的地下室，一缕阳光透进，我看到了一副蜷缩在地上的白骨，白骨的身旁是2行血字：江雾，生日快乐，我喜欢你。我静默在原地很久，直到眼眶有些酸涩才走上前去。我蹲下身咬破自己的指尖，然后在旁边写下1行字：谢谢你的生日祝福，我收到了，我也喜欢你。身后传来脚步声，我回过头看到了站在门口的沈清河，他穿着干净的白色衬衫，怀里抱着被精心养在花瓶里的白玫瑰。沈清河面色难堪。你都知道了。我点了点头。对不起，我的喜欢是不是让你感到很恶心？我没有说话，走上前踮脚吻上他的唇。沈清河愣在原地没有动作，见他和木头一样，我有些生气。笨蛋，难道你不知道和女孩子接吻时要低头吗？下一刻，沈清河掐住我的脖颈，凶狠地吻了下来。与此同时，系统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，这一次不再是冷冰冰的。恭喜玩家江沃获得钥匙纯白玫瑰。正迷茫时，沈清河从花瓶中拿出一支白色玫瑰递给我。还记得我们初次相遇的小巷吗？那就是你离开的门。那你怎么办？我吸了吸鼻子，突然有些想哭。沈清河笑了笑。雾，我们会再次相遇的，但不是这里，你该回去了。看着陆清河的那双眼睛，我终于想起10年前和他的经历，我嗓音艰涩。可我明明记得你当时叫陆时安。陆清河笑了笑，因为你曾经对我说过，希望我的每一天都清明和暖，所以我给自己改名沈清河了。雾，我是为了爱你而生的。离开时，我在街上遇到了夭夭和虎哥，看上去十分狼狈，可眼睛里却全是骇人的疯狂。与此同时，系统音提示当前玩家人数3，所以说现在活着的人只有我和夭夭、虎哥。我说怎么找不到你人，原来是在大 boss 的家。虎哥上下打量着我，听说你得到了2个高级道具，拿给我。我歪着头轻轻一笑，做梦。两人神色一变，夭夭掏出枪顶上我的脑门。找死！话音刚落，夭夭猛地扣动了扳机，但我被爆头的画面并没有出现，一顶黑色帽子戴在了我的头上，我完好无损。夭夭则惨白着脸，这不可能！你怎么会有这么高级的道具？虎哥神色一变，想动手，我迅速拿出裂口女小姐给我的剪刀，对着两人咔嚓咔嚓剪了几下。随着撕心裂肺的喊叫声逐渐平息，两人就这样被我淘汰了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其他玩家之所以会死得这么快，并不全是因为诡异，而是因为这两人。因为我表现太过优异，系统给了我一个提示，只要玩家死得够多，就可以拿到更多的提示纸条。所以那些新手玩家是被夭夭和虎哥拿来利用找线索的。解决完两人，来到了跟沈清河初次相遇的地方。我将那朵白色玫瑰插在了巷角的缝隙中，原本阴暗狭窄的小巷顿时出现温暖的白光。我走进小巷，系统音在耳边响起：恭喜玩家江沃通关都市怪谈副本。再次睁眼，我回到了现实世界。我循着记忆来到了沈清河家，透过窗户，我看到了沈清河的家人，场面十分温馨。不，他们不是沈清河的家人，是害死他的罪犯。我要报警。没多久，警笛声响起，我和警察一起来到了地下室。再次推开地下室的门，我又看到了化作白骨的沈清河。别怕，这一次让我带你回家。警笛声刺破宁静的街道，沈清河家的别墅被警戒线围得水泄不通。我站在门外，看着警察们进进出出，我指尖冰凉的手
还攥着那本染着岁月痕迹的日记。刚才在地下室看到的白骨，还有那早已干涸却依旧刺眼的血渍，在我脑海里反复回荡，心口像是被重物压住，闷得发慌。江小姐，麻烦你跟我们回警局做个详细笔录。我点了点头，只是眼底深处藏着无法掩饰的波澜。坐上警车，窗外的风景飞速倒退，像极了那些被遗忘在时光里的记忆碎片。10年前那个梅雨季，我在放学路上捡到了蜷缩在巷口的少年，他穿着破旧的衣服，浑身湿透，眼神怯懦却又干净。我把自己的雨伞递给了他，别怕，雨停了就好了。我因为重男轻女的家庭，也总觉得自己像个多余的人。2个孤独的灵魂就这样有了交集。我会偷偷把攒下来的零花钱给他买面包，会在他被弟弟欺负后拿出针线帮他缝补撕破的衣服，会在他自卑的低着头时告诉他，你的眼睛很好看，像星空一样。我以为那些只是年少时不起眼的善意，却没想到竟成了支撑他走过黑暗岁月的光。警局的笔录室里灯光惨白，我一边回忆，一边缓缓诉说着10年前的往事，还有看到的日记和地下室的场景。我的声音微微颤抖，指尖用力到泛白。警方很快展开了深入调查。沈清河的家人起初还百般抵赖，声称沈清河是离家出走后失踪的，但随着法医对白骨的鉴定结果出炉，以及日记还有在地下室找到的相关等证据，他们的谎言不攻自破，他们为自己的冷漠和残忍付出了代价。走出法院的那一刻，阳光刺眼，我却忽然觉得心里空落落的。我抬头望着天空，一如既往地维持着忧郁的人设，可只有我自己知道，心里的某个角落正在悄悄崩塌。回到现实生活后，我以为一切都会回归正轨，但没想到副本的直播在诡异界火了。我给贞子剪刘海，给瘦长鬼影改西装，撩得沈清河脸红心跳的片段，全成了顶流名场面。从那天起，我的生活彻底变了样。早上出门，家门口总会摆着各种奇奇怪怪的礼物，沾着露水的黑色曼陀罗，会自己发光的蜘蛛丝，还有贞子托人送来的同款假发。上学路上，会说话的乌鸦俯冲下来。求一毛文案，求一毛文案。怎样才能变忧郁有氛围感？月季丛里的小刺猬会探出头，这些诡异生物都很有分寸，只在没人注意的时候出现，可次数多了，我还是有些招架不住。有一次上体育课，我躲在操场角落喘口气，一只巴掌大的小蝙蝠突然钻出来。请问你和陆清河的排序发展是什么样的？举着迷你摄像机要给诡异电视台录独家采访，吓得我赶紧把它塞进校服口袋，强装镇定地逃离了现场。更让我困扰的是，自从副本回来后，我总能感知到一些诡异的残留气息。深夜里，窗外会传来若有若无的低语，难道是副本的后遗症？我皱着眉，心里有些不安。我想起副本里那些疯狂的弹幕，想起沈清河红着脸说我来接你回家的模样，忽然觉得有些迷茫。那个面对贞子面不改色，怼起人来毫不手软，敢抱着 BOSS 喊我愿意和你一起淋雨的女孩，真的是我吗？就在我陷入迷茫时，手机弹出一条陌生消息，想再次见到沈清河吗？旧校舍密文副本即将开启，这是你们唯一的机会。我的心猛地一跳，你是谁？沈清河还活着吗？对方没有回答，只是发来一个定位。看着定位上显示的废弃第3中学，我心里充满了犹豫。我知道副本有多危险，可一想到沈清河，想到地下室里的白骨，想到他红着脸把伞往我这边挪，我就无法拒绝。午夜12点，我准时来到了废弃的第3中学。学校的大门早已锈迹斑斑，在月光下显得格外阴森。我深吸一口气，一步步走了进去。校园里杂草丛生，教学楼的窗户黑洞洞的，像一个个狰狞的眼睛，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霉味，还有一丝淡淡的血腥味。沈清河，你在哪？我轻声呼喊的声音在空旷的校园里回荡，没有回应，只有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，像是鬼魅的低语。来到教学楼前，突然听到2楼传来一阵钢琴声，那琴声悠扬，却带着一丝悲伤，正是我在副本里给陆清河戴耳机时听的那首 emo 歌曲。我眼睛一亮，快步跑上2楼。钢琴声来自一间教室，我推开门，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坐在钢琴前。沈清河！我激动地喊出声，脸上依旧是那副苍白俊美的模样，只是眼神里多了一丝淡淡的忧伤。你真的在这里？我快步走到他面前，眼眶有些泛红。你不是说我们会在现实世界相遇吗？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沈清河苦笑了一下，伸出手，我却发现他的手掌有些透明。我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活着。上一次你通关后，我本应该消散，却因你在地下室留下的那句我也喜欢你，产生了某种因果，我这才得以保留一丝残魂。这个副本是连接现实与诡异世界的通道，也是我唯一能暂时凝聚形体的地方。我愣住了，伸出手轻轻触碰他的手掌，冰凉的触感传来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你能一直这样存在吗？沈清河摇了摇头。这个副本的能量极不稳定，想要让我真正得以安息，或者找到重新活下去的方法，我们需要通关这个副本，找到隐藏在背后的真相。就在这时，冰冷的电子音响起，
欢迎玩家江雾、沈清河进入 A 级副本旧校舍秘闻。副本任务：调查旧校舍废弃的真相，找到禁忌乐谱和灵魂容器。时限3天。当前玩家人数5人。这时教室里陆续走进来3个人，只是他们看起来神色憔悴，眼神里充满了恐惧。居然是沈清河，他不是副本 BOSS 吗？管他是什么身份，这个女人和 BOSS 在一起，肯定密谋了什么来害我们的。另一个短发女生警惕地看着我，皱了皱眉，还没来得及解释，沈清河就上前一步将我护在身后。我不会伤害任何人。他的眼神冰冷。我们的目标是通关副本，找到真相。如果你们愿意合作，我可以提供帮助；如果不愿意，也请不要碍事。那3个玩家被沈清河的气势震慑住，不敢再多说什么。他们都知道，沈清河作为曾经的副本 BOSS， 肯定对副本的规则和诡异有所了解，和他合作通关的几率会大很多。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做？旧校所废弃的原因肯定和诡异有关。根据副本提示，我们需要找到禁忌乐谱和灵魂容器。钢琴声是线索，我们先从音乐教室开始调查。众人点了点头，跟在沈清河身后。走廊里的灯光忽明忽暗，偶尔还能听到教室传来的哭声和笑声，让人毛骨悚然。短发女生忍不住问道，声音有些颤抖：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？传闻10几年前，这所学校的音乐老师苏婉清因为失恋在音乐相逝，她死前一直在弹奏一首自己创作的乐谱，也就是禁忌乐谱。沈清河缓缓说道。自从她死后，学校里就怪事不断，最后只能废弃。我问道，那灵魂容器是什么？苏婉清的灵魂被困在了这里，灵魂容器应该是能承载她灵魂的东西，可能是她的遗物，也可能是和她死亡相关的物品。找到这2样东西，我们就能解开旧校舍的秘密。沈清河解释道。我们来到音乐教室隔壁的办公室，这里就是我们以前的教室。我在一个抽屉里找到了一本泛黄的教案，教案的最后一页画着一个奇怪的符号，旁边写着3楼天台午夜1点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戴眼镜的男生凑过来好奇地问道。可能是苏婉清留下的线索。沈清河看着那个符号，眼神凝重。我们去3楼天台看看。等待的时间总是格外漫长，众人躲在音乐教室里，不敢轻易出去。我靠在沈清河身边，感受着他身上淡淡的海洋松木香，心里的不安渐渐消散。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在副本里相遇的场景吗？我轻声问道。沈清河转过头，眼底带着温柔的笑意。当然记得，你撑着透明雨伞，穿着 JK 制服，在血雨里漫步，像一道光闯进了我黑暗的世界。那一刻，我就认出了你，是10年前那个给我雨伞和饭团的小女孩。我有些惊讶，原来你早就认出我了。在你进入都市怪团副本的那一刻，我就感受到了你的气息。你和10年前那个眼神里带着一丝孤独的小女孩一模一样。我的心里泛起一阵暖流，原来自己一直被他默默记挂着。我抬起头看着沈清河的眼睛，认真地说：沈清河，这一次我一定会帮你找到真相。沈清河笑了笑：傻瓜，我更想让你平安无事。午夜1点，众人准时来到3楼天台。天台的门虚掩着，推开房门，一股浓烈的血腥味扑面而来。天台上，一个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女人背对着我们，她的头发很长，垂到腰际。苏婉清，我轻声喊道。女人缓缓转过身，露出一张苍白的脸。你们是谁？为什么闯入我的领地？她的声音冰冷，带着浓浓的怨气。我们知道你的故事。沈清河上前一步，挡在我身前。你是被人害死的，对吗？苏婉晴的身体猛地一震，眼神里闪过一丝痛苦。害死我的人是我曾经最爱的人，他偷走了我的乐谱，还污蔑我抄袭。我身败名裂后，还把我骗到这里杀了我，将我的尸体藏在了天台的水箱里。众人听了，都露出了震惊的神色。这种人简直不配活着。苏婉晴的怨气越来越重，身上的黑气开始弥漫。我不甘心，我要报仇，我要让所有杀过我的人都付出代价。你的仇恨只会让你永远被困在这里，真正的解脱不是复仇，而是放下。你还有未完成的心愿，不是吗？你想让世人知道真相，想让你的乐谱被真正认可。苏婉晴愣住了。放下？我怎么可能放下？我可以帮你。我从口袋里拿出手机，打开录音功能。你把真相说出来，我会让所有人都知道你的乐谱在哪里。我会帮你发表，让更多人听到你的音乐。苏婉晴沉默了很久，终于开口，缓缓诉说着自己的遭遇。原来害死她的人是学校的音乐主任，也是她的前男友。他嫉妒苏婉晴的才华，偷走了她的禁忌乐谱，还联合其他人污蔑她，最后残忍地将她杀害。我的乐谱藏在钢琴的暗格里，灵魂容器是我妈妈留给我的项链，被她拿走了。
沈清河立刻去钢琴暗格里寻找，果然找到了一本手写的乐谱，而我则根据苏婉晴的提示，在办公室的保险柜里找到了那条项链。项链是银色的，上面挂着一个小小的音符吊坠，看起来十分精致。现在该了结这一切。沈清河拿着乐谱看着苏婉晴，我们会帮你实现心愿，你也该放下仇恨，去往该去的地方。苏婉晴看着项链，眼神里充满了不舍，还有一丝释然。谢谢你们。说完，她的身体渐渐变得透明，最后化作一道白光，消失在天台上。恭喜玩家找到禁忌乐谱和灵魂容器，旧学员废弃真相已解锁，副本任务完成度50%，剩余任务逃离怨灵教师的追杀，找到出口。怨灵教师，短发女生脸色一变，难道是那个音乐主任？话音刚落，楼梯间传来沉重的脚步声，一个穿着黑色西装、脸色惨白的男人走了上来，他的眼睛里布满血丝，手里拿着一把斧头，正是苏婉晴的前男友，已经变成怨灵的音乐主任。你们都得死！他嘶吼着，挥舞着斧头朝众人冲来。快跑！沈清河大喊一声，拉着我的手就往楼下跑，其他玩家也纷纷四散逃离。怨灵教师紧追不舍，我一边跑一边回头看，发现他的身上缠绕着浓浓的黑气，看起来十分恐怖。这样跑下去不是办法，我们得想办法对付他。沈清河点点头，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符纸。这是我在副本里找到的镇邪符，应该能暂时困住他，但需要有人吸引他的注意力。我来，我自告奋勇。我来。我停下脚步，转过身，脸上立刻切换成忧郁模式。我靠在墙上，45度角仰望天空，眼神里充满了悲伤和绝望，嘴里还轻声哼唱着禁忌乐谱的旋律。怨灵教师看到我动作猛地一顿，似乎被我的忧郁气质吸引，又或者是被熟悉的旋律勾起了回忆，眼神变得有些迷茫。就是现在！符纸在空中化作一道金光，击中了怨灵教师的身体，他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，身体被金光困住，无法动弹。趁现在找出口！沈清河拉着我继续往前跑，其他玩家也跟了上来。众人在教学楼里四处寻找出口，最终我们在1楼的图书馆里找到了一扇隐藏的门，门上刻着和教案上一样的符号。沈清河将灵魂容器项链放在门上。恭喜玩家通关救赎社秘文副本，将误玩家完成隐藏任务慰藉怨灵，获得奖励灵魂净化之力。沈清河玩家获得奖励灵魂实体化机会，限时24小时。我和沈清河对视一眼，都从对方的眼睛里看到了惊喜。我们走进白光中，再次睁眼时，已经回到了现实世界的废弃第3中学门口。沈清河激动地看着自己的双手，他的手掌不再透明，而是有了真实的触感。我现在是实体了。他伸手抱住我，温暖的怀抱让我的眼眶瞬间湿润。太好了，沈清河，我紧紧回抱着他。我们有24小时的时间，一定能找到让你永远留下来的方法。沈清河点点头。我知道灵魂容器的秘密，这条项链不仅能承载我的灵魂，还能吸收正能量。只要收集足够的善意和温暖，我的灵魂就能永远实体化。接下来的24小时里，开始收集正能量。我们去了孤儿院，给孩子们讲故事，送礼物。看着孩子们纯真的笑脸，项链发出了淡淡的光芒。我们去了养老院，陪老人们聊天散步，听老人们讲述过去的故事。项链的光芒越来越亮。我们还去了之前的废弃第3中学，我将禁忌乐谱发表到网上，向世人揭露了音乐主任的罪行，为苏婉晴证明。越来越多的人被苏婉晴的故事打动，纷纷留言表示同情和支持。这些善意的能量源源不断地汇聚到项链上。夕阳西下，24小时的时限即将结束。我和沈清河坐在河边的长椅上，看着项链散发着耀眼的光芒。应该可以了。沈清河拿起项链戴在了我的脖子上。这项链不仅能承载我的灵魂，还能保护你，以后再也不用担心诡异的骚扰了。我摸着脖子上的项链，心里充满了不舍。如果还是不行怎么办？沈清河笑了笑，轻轻吻了吻我的额头。相信我，也相信我们之间的羁绊。话音刚落，项链突然爆发出强烈的光芒。当光芒散去，沈清河的身体不再透明，他的眼神里充满了生机。我真的永远留下来了。沈清河激动地抱起我，原地转了一圈。我笑着，眼泪却忍不住掉了下来。我和沈清河一起过着平静而幸福的生活，偶尔我们还会收到来自副本世界的问候，瘦长鬼影会偷偷送来新的西装外套，贞子会寄来自己的照片，当然还是带着我给她剪的刘海。而那些曾经困扰我的诡异残留气息，也因为项链的保护，再也没有出现过。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，我和沈清河坐在咖啡馆里，我看着窗外，嘴角带着淡淡的微笑。沈清河，你说我们以后还会遇到副本吗？沈清河握住我的手，眼神温柔。不管遇到什么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